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一句话揭穿套路，就跑男首播，观众直呼真香。奔跑吧的新一季首播，却因为一个巧妙的设计，差点被推到风口浪尖。如果不是白鹿在节目中那一句看似随意的求证，很多观众可能早就开始质疑节目组的安排是否存在剧本痕迹。说真的，这样的场景让人有些哭笑不得。回到节目中，话题的起因是一个关于晚餐预算的游戏。节目组让嘉宾们选择不同的餐标，800元、400元和200元。按理说，这样的设计也算是综艺惯用的模式。可当游戏结果因3位神秘投票人的介入，导致原本的选择被打破平衡，所有人只能吃200元的晚餐时，观众的侦探本能被彻底激发了。这是不是安排好的？是不是节目组又在套路观众？这样的问题瞬间占据了社交媒体的评论区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白鹿的一句简单提问让全场一片安静。你们真的选的是刚刚那个选项吗？这样的质疑不仅是对白鹿本人真实性格的一次展现，更是对观众心态的一次准确捕捉。毕竟当时大家心里想的无非也是这个问题。随后嘉宾们坦诚自己的选择确实是那样。原来这并不是节目组的刻意安排，而是一次纯属巧合的乌龙。很多观众在看到这一幕时，都忍不住松了口气。有评论说，白鹿救了节目组一命啊，要是没有他这一问，我都快要弃剧了。这句话乍一听像是玩笑，但其实背后藏着观众对综艺节目的深层期待。真实感永远是综艺节目中最珍贵的元素。毕竟在现在的娱乐行业，观众对真字的敏感度已经越来越高，稍微有一点点假的迹象，就足以让一个节目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。这种现象并不是奔跑吧独有的，很多经典综艺节目都曾在类似的场景中翻过车。比如《极限挑战》中，嘉宾连续猜对所有谜题的场景，当时的观众几乎一致认为这是节目组事先设定好的。虽然事后澄清这只是纯粹的巧合，但那种被质疑的滋味，想必节目组不会想再尝试第二次。白鹿这次的表现，实际上也是为节目组提供了一面镜子。从观众的角度来说，谁不喜欢那种有趣且真实的互动呢？没有人愿意被套路，也没有人希望看到一个过于完美的游戏结局。像白鹿这样的直爽性格，在综艺中不仅讨喜，更能化解很多潜在的危机。节目中的一个小插曲，却在无形中反映出如今综艺市场的一种现状。真相的缺席感，正在让观众越来越难以满足。一个综艺节目的成功，除了设计精妙的环节外，更需要的是那些非设计的真实瞬间。像白鹿这次的求证，不仅让节目组赢回了信任，也让他自己圈粉无数。很多人可能会疑惑，为什么观众的质疑欲会变得这么强？其实，这和当下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。信息的透明化和社交平台的发达，让人们对事物背后的真相更感兴趣。尤其是在综艺这种以娱乐为主的领域，观众对剧本的敏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。这也是为什么如今的综艺节目越来越难以讨好观众，既要有趣，又要真实，还要避免让人觉得一切都被安排得毫无破绽。而白鹿的表现，恰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。用简单的一句话，不仅解开了观众的疑虑，也让整个节目多了一层真实性的保障。说到这里，不禁让人联想到其他综艺节目中的类似瞬间，比如曾经《快乐大本营》中嘉宾的连续失误，当时观众一度认为这是刻意制造的戏剧效果，但后来节目组放出幕后花絮，
证明这纯粹是因为嘉宾运气不好。这样的解释虽然让部分观众释怀，但也让节目组更加意识到一个问题：透明已经成为了综艺节目生存的底线。与其费尽心思制造戏剧性效果，不如用真实的瞬间去打动人心。这也是为什么像《极限挑战》和《奔跑吧》这样的老牌综艺依然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足的原因。他们有能力让观众相信，节目中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完全按照剧本走的。说到底，综艺节目终究是一场人的表演，无论是嘉宾的反应，还是观众的情绪，都需要通过真实的互动去链接。正因如此，白鹿这次的救场才显得尤为重要，不仅仅是救了节目，更是给综艺市场注入了一些值得深思的东西。真实感和互动感永远是综艺节目的灵魂。希望未来的节目能更多关注这些，而不是一味追求所谓的戏剧性。最后，留个问题给大家：你们觉得综艺节目中的剧本感是否真的不可避免？如果可以选择，你更喜欢完全真实的互动，还是带有设计感的戏剧化效果？2. 奔跑吧失去 Baby 后，对节目来说意味着什么？看看气氛就明白了。最新一季的奔跑吧带着大家一起走进云南，领略茶马古道。虽然不是正季，但常驻嘉宾还是熟悉的那些人，同样让人期待。遗憾的是，在综艺中的表现比演戏好太多的范丞丞，因为档期的原因缺席了这一季的录制。而作为奔跑吧元老之一的 Baby 依然没能回归。由于男嘉宾的人数更多，没有范丞丞还有沙溢，以及同为元老的郑恺和李晨。女嘉宾这边没有了 Baby， 常驻嘉宾就只剩下白鹿和宋雨琦了。而在这期节目中，并没有看到宋雨琦的身影，全靠白鹿撑着。可惜她的表现毫无记忆点，甚至不如飞行嘉宾。因此，失去 Baby 对于节目组来说损失更大。看看首期节目的气氛就知道了，简直不要太尴尬。1. 剧本明显，这一季一上来就把剧本拍到了大家的脸上。节目组先是让7位常驻嘉宾中，参与首期节目录制的5位，用打电话投票的方式决定后续彼此的称呼、行李箱防尘罩的款式以及多少钱的餐标。为了蹭一蹭范丞丞的人气，奔跑吧也是费了不少心思啊。无论怎么投票，最终都是透着印有范丞丞头像的防尘罩。节目组还不如直接规定让大家套上，设计这么一出游戏环节，属实是多此一举。关键是防尘罩和称呼只有5人投票，到了餐标，突然就从5个人变成了8个人。为了让大家吃上最便宜的餐标，提前设计好了让8人投出凭票，还得让观众相信是他们自发选出来的，剧本痕迹简直不要太明显啊！因为没有前期的200元餐标，就没有后续大家一起做游戏，把餐标标准提高，一环扣一环，这剧本写的也太 low 了。2. 广告无处不在。由于每一季的奔跑吧都有赞助商打广告，因此经常能够看到屏幕中出现各种品牌的大 logo。这一季也不例外，或许是因为茶马古道篇不属于正季，因此广告打得更加肆无忌惮，一上来就是在每个人的身边摆了品牌广告。为了把 logo 露出来，甚至都不考虑构图了，把嘉宾都放在边角的位置上，画面看着就很奇怪。而在后续的旅途中，随处可见的就是品牌的各种标志，桌子上摆着产品也就罢了，背景板都得用上最大的品牌标志，打眼一看比人都大，实在是有碍观感。3. 游戏设计沉闷无趣。由于这一季仅只是录7天，再剪辑成好几期的综艺，因此从第1期节目开始就有水时长的嫌疑。游戏环节的设计压根没用心，一上来就是让大家挂草鞋、喝茶，看得人昏昏欲睡。
真不知道一个挂草鞋的环节有什么好玩的。就这样，一个游戏占据了将近大半期的篇幅，再录一会儿，光是看嘉宾们喝茶都看饱了。随后就是雨林徒步，接触大自然，重走茶马古道，又是导游解说，又是坐下来唠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养生类的节目呢。而提升参标的游戏设计也是相当乏味，所有人坐在椅子上，拿着答题板写字，话都没多说几句，玩完了游戏就是吃东西。虽然所有人都在说这个好吃，那个好吃，但大家都说吃饱了，桌子上的食物却跟没动一样，也没看出好吃在哪里。真不知道剩下的饭是浪费了，还是让其他工作人员吃他们的剩饭呢？4. 嘉宾缺乏综艺感。不过，对于一档综艺节目来说，最致命的就是嘉宾缺乏综艺感了。这一季所有人突然都变得矜持起来了，一个放得开的都没有。作为元老的李晨已经是默认的奔跑吧队长了，但在首期节目中的表现却只能用毫无存在感来形容。节目组设计让大家往其他人的箱子里投金叶子，跟撕名牌的感觉差不多，但作为大黑牛的李晨全程没有发动攻击，而是用胳膊护住自己的箱子，一直在防守着。到最后只从箱子里掏出来了一个叶子，还不如飞行嘉宾程磊拿出28个叶子，边数边叹气有意思。最让人无语的是，节目组为了给李晨镜头，甚至还专门把他赤裸上半身的画面剪出来了。谁爱看李晨的肥肉啊？郑恺的表现跟李晨差不多，整期节目下来就像个透明人，似乎忘了自己是在录综艺，不是坐着喝茶，就是老老实实听导游讲解，真是纯旅游来了。白鹿在这一期的偶像包袱也突然变得重了起来，几乎没看到她大笑，无时无刻不在注意自己的形象。徒步雨林时，谢依霖还大胆地把虫子放在自己的身上，拥有了不少镜头。白鹿则是全程躲在飞行嘉宾沈小婷的身后，用一句怕虫子避开了所有的镜头。等到坐下来一起品尝马帮的食物时，白鹿也是一脸嫌弃的样子，吃了一口就没再吃任何东西。沈小婷裤子上有虫子时，坐在身旁的白鹿也是第一时间蹦起来逃走，站得老远，压根没管好姐妹。只能说白鹿在这一期节目的表现太差劲了，包括后续吃东西、树叶子的环节，白鹿也没什么镜头，跟个飞行嘉宾差不多。如果换成 Baby， 光是她的女汉子和吃货人设，就足以在整期节目中有亮眼的表现。亲近昆虫动物无压力，大快朵颐这些食物，想必都会带来不少看点。而沙溢瘦身成功后，也有点背上偶像包袱的意思，没有先前的综艺感那么强了，甚至没有飞行嘉宾程磊话多。张真源更不用多说，偶尔张一张嘴，大部分时候都是保持沉默。由于这一季的飞行嘉宾除了谢依霖，大家都不熟，见面时也很客气，甚至直接握起了手。结合出发前拉横幅的行为，看着跟各个分公司的员工团建开会，第一次见面一样。作为一档真人秀，能让人看到打瞌睡，也是够尴尬的了。你觉得这一季的奔跑吧好看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